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人体内有一组倒数计时器，它无情地决定了我们细胞什么时候会走向衰败。要是现在有个机会让你按下暂停键，甚至把它往回拨，你愿不愿意试试看？欢迎来到今天的图解解析。在今天的解析中，我们要聊一个绝对会颠覆你三观的话题。我们不谈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表面保养，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医学典范转移。人类要怎么去挑战那个滴答作响的生物时钟？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切入核心。你想想看，从小到大，我们是不是都被灌输一个观念，老化就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自然宿命，是人类根本无法违抗的终点？但万一这种旧有的医学观念根本是错的呢？如果老化根本不是什么宿命，而仅仅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疾病，你想想，这会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大家看画面上的这个目标，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真实的愿望，对吧？能够健康快乐地活到100岁。这同时也点出了一个现代医学的超级盲点。我们现在砸了无数的医疗资源去对抗心脏病、癌症、失智症，却好像忽略了他们背后那个共同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老化本身。如果我们有办法克服老化，说不定这就是根除这些毁灭性疾病的终极钥匙。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拆解这个硬核话题呢？主要分5个重点。首先是重新定义老化，接着介绍一位超狂的0号病人利兹·帕里什，再来拆解他使用的2大核心基因疗法，然后客观检视那些跌破大家眼镜的奇迹数据跟科学界的质疑。最后呢，会给大家一份超级实用的日常抗老行动指南。好，马上进入第一部分，重新定义老化。我们来看看怎么按下细胞倒数计时的暂停键。一直以来啊，传统医学往往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老化的毛病出来了才去修补。但现在有一群超前卫的生物骇客跳出来说，不对啊，我们应该直接去对付老化这个大魔王。没错，他们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老化从不可避免的宿命重新定义成一种可治疗的疾病。这绝对是这场抗老革命最关键的第一步。接着我们来看第2部分，0号病人，也就是亲自站上火线的先驱利兹·帕里什。说真的哦，这个案例最猛的地方就在这位主角的强烈动机。利兹·帕利什本身是一家生技公司 BioViva 的执行长，因为他儿子被诊断出第1型糖尿病，他亲自体会到那种被传统医疗体系跟繁琐法规卡死的无力感。他实在不想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些僵化的规定死于老化相关的疾病，所以呢，在2015年，当时才44岁的他，直接做出了一个让整个科学界下巴掉下来的决定。他竟然绕过了美国 FDA 的层层限制，飞到法规比较宽松的哥伦比亚，自愿成为人类史上第1位接受实验性抗衰老基因疗法的0号病人呢！这简直就是拿自己当白老鼠啊！那么他到底往自己身上打了什么？这就是我们第3部分要拆解的2大核心基因疗法。第一种叫做端粒酶逆转录酶，听起来很学术，对吧？我们简称 HTERT。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的染色体末端有一段叫做端粒的东西，它就像是鞋带2边那个透明的塑胶保护套。细胞每分裂一次，这个保护套就会磨损变短一点，等到它短到不能再短，细胞就罢工无法再生了。这就是我们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个 HTERT 疗法呢，就是把能制造端粒酶的基因送进体内，试图把那些磨损的鞋带保护套给修补回来。简单来说，它等于是在试图暂停你身体里那个老化时钟，甚至重新启动细胞的再生能力。那第2项疗法呢？
大家看画面的左右对比就秒懂了。左边是大家都很怕的肌少症，年纪大了，肌肉不可避免的流失，代谢变差，人就容易虚弱跌倒。而右边这个软泡艺术基因疗法，它的逻辑超级直接，就是去抑制身体里那个阻止肌肉生长的蛋白质。这招不仅能帮你长肌肉，还能顺便把肌肉里的脂肪堆积给清掉，等于是直接从基因层面帮你穿上一件对抗身体退化的防弹背心。好，重头戏来了，第4部分，奇迹数据与科学质疑。我们来看看这场极端自我实验交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单。数字会说话，而且这个数字真的会吓到人。才短短6个月哦，独立实验室的检测发现，帕里氏白血球里的端粒长度竟然从 6.71 kb 增加到了 7.33 kb。这在生物学上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把这些细胞的年龄奇迹式地逆转了大概20岁。你没听错，整整20岁。不仅如此，更夸张的是它的全身代谢数据。大家要注意哦，它是在完全没有改变运动习惯的状况下达成这些优化的。透过核磁共振证实，它的肌肉量真的增加了，肌肉里的油花也变少了。更扯的是，它的空腹血糖跟三酸甘油酯大幅往下降，还有那个代表全身慢性发炎的指标，也就是 C 反应蛋白 CRP， 直接从 1.6 狂跌到 0.2 以下。这代表他身体里面的慢性发炎获得了极大规模的控制。不过呢，身为客观的解析者，我们绝对不能只看好的一面。大家看这个表格，传统科学界的质疑可以说是炮火猛烈，而且非常合理。他们认为，这种样本数只有1个人的实验，在统计学上根本毫无意义，加上没有传统的对照组，又直接绕过 FDA， 这背后的安全跟伦理风险真的是高到破表。但换个角度看，生物骇客们则是主张所谓的最佳选择医学。如果面对的是绝症，或者是必然会到来的高龄退化，难道病人连尝试最尖端科技的权利都没有吗？这两边的观点大火拼，我们不在这里选边站，但这个争议确实逼着全世界开始正视基因疗法的巨大潜力。最后，我们来到第5部分，日常抗老行动指南。来看看我们一般人能怎么应用这些骇客思维。说实在的，现阶段打一针基因疗法要花上百万美金，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根本不切实际。但好消息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思维搬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这份指南你立刻就能开始做。第一，保护你的端粒。虽然我们不能自己打端粒酶，但从帕里氏发炎指数狂跌的结果来看，戒掉精制糖和加工食品，好好睡个觉，把发炎指数降下来，这就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免费基因保养。第二，打造肌肉盔甲。去健身房做大重量的阻力训练吧，这能帮你达到类似刚才提到那种疗法的效果。长肌肉绝对是你预防糖尿病跟抗衰老最有效的天然防线。第三，主动出击，不要再傻傻等着1年1次的健检来告诉你生病了没，你要主动去追踪自己的血糖、血脂还有发炎指数，把老化当成一个专案来管理，一发现数字开始恶化，马上介入处理。所以今天整个解析想传达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利兹帕里什的疯狂实验向我们证明了衰老是可控的。我们不应该再被动的接受岁月的摧残，而是要化被动为主动，拿回健康的主导权。那么听完今天的内容，换我来问问大家了，你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脱那个被动老化的宿命轨道，真正去主动掌控你自己的生物学时间轴呢？